大家好，又到咗 WeChat 嘅數字人生時間。最近咧，大家喺網上有冇見過一啲貼文咧？就係講有人問 AI 模型，或者我哋正式啲嚟講就係大語言模型咧，到底9.11大啲定係9.9大啲？咁有啲模型咧，居然係回答9.11大啲。嗱，雖然咧我哋都知道咧，大語言模型咧就唔太擅長推理。咁答錯嘢咧都好正常。我之前亦都做片講過咧，我隨便俾咗一啲高考題目佢咧，其實基本上咧佢都唔合格。咁但係咧咁簡單嘅數學問題都答錯咧，的確係令到人哋有啲大跌眼鏡嘅。咁但係 AI 亂講嘢咧，其實都唔係啲咩新聞嚟㗎啦。我之前咧都試過問過 AI 乜嘢叫做走青。我諗正常港澳地嘅人咧都知道咩叫走青啦，就係食麵啊食嘢嗰陣時咧就唔要啲葱啦，唔要嗰啲芫茜啊嗰啲嘢啦。咁但係 AI 咧，佢居然亂咁俾咗一個好似似層層嘅講法，我仲講到有淵源咁樣，搞到我咧一度以為咧自己咧係咪對茶餐廳文化咧唔太熟悉，連走青咁簡單嘅事都唔知咧。咁但係其實咧，原來呢啲大語言模型咧亂咁噏嘢咧，都唔係啲新聞嚟㗎啦。Google 咧曾經出過一個新嘅功能咧，就係喺你搜尋嘅時候咧，幫你好智能咁用 AI 做一個 summary 去總括你講嘅問題。但係咧出咗冇耐咧，就出咗事件，就係佢居然教人咧用膠水去黐住 pizza 上面嗰啲配料。咁呢啲咁匪夷所思嘅答案咧，真係令到你 O 晒嘴。咁呢啲 AI 亂噏24嘅行為咧，學術界都有研究。當然啦，學術界就唔會用亂噏24去講嘅，佢就俾咗一個咧好靚嘅詞俾佢，就係叫 hallucination 幻覺。咁即刻咧就變咗好似好學術咁。咁有幻覺啦，點解決呢？佢哋咧又發明咗呢一種新嘅方式咧，叫做 RAG。咁到底咧 hallucination 又係乜嘢？RAG 係乜嘢呢？咁今日咧我條片咧就同大家一齊咧詳細去解讀翻呢兩樣嘢。嗱，咁我哋講一講咩叫做幻覺 hallucination 啦。佢意思就係咧人工智能啦。而家一般嚟講就係講啲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咧，生成咗一種回應，佢睇起上嚟咧好似啱，但係咧其實佢裏邊嘅內容咧全部都係假嘅，又或者有好多誤導性嘅資訊。咁到底係乜嘢原因導致呢個 hallucination 咧？其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原因，我就揀咗3個咧比較關鍵嘅原因。第一個咧就係最重要，就係佢訓練數據嘅質量同埋多樣性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所謂嘅人工智能啦，其實本質上就係一種機械學習啦。咁佢就有一個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嘅原理，就係你掉啲垃圾俾佢咧，佢就只會生成啲垃圾。咁所以如果你俾佢嘅訓練數據本身嘅質量唔好啦，甚至乎佢裏邊咧可能有一啲錯誤嘅信息咧。咁其實佢出嚟嗰個模型咧，就亦都會有錯誤嘅信息，同埋如果你個唔夠多樣性咧，唔夠 diversify 咧，佢亦都唔會知道咧各種唔同嘅情景下應該點樣回應。咁咧最近咧Nature 都有篇文章咧就講話，隨住咧而家啲 AI 模型咧越嚟越多用所謂嘅合成數據去訓練咧，有可能咧會令到咧成個 AI 模型嘅準確性下降。咁呢個咧值得另外做一個主題去講啦。咁第二樣咧，亦都係佢呢個模型本身嗰個運作原理嘅一個fundamental， 即係基礎性嘅問題，就係睇過我之前對 Transformer 呢個算法嘅一個解釋咧，其實都知道咧，所謂嘅生成式咧，其實佢係有一定嘅隨機性。咁為咗咧保證咧唔會每一次回應嘅內容都一樣咧，甚至佢哋會將呢個隨機性放大，例如用一啲唔同嘅 temperature 啦，或者將個 top K 放大啲咧，咁令到咧佢嘅回應咧有一定嘅變化，而唔會話咧每一次都係咁樣嘅回應。咁但係呢一種隨機性咧係有機會咧隨機到一啲錯嘅嘢。
咁當你一個錯嘅開始咧，佢好容易就會連續發生一個錯誤嘅後續，就變咗成串文章咧都係老作出嚟。咁第三樣亦都係相對比較關鍵嘅一樣，就係如果單純依靠呢個大語言模型咧，其實佢係冇辦法對真實世界嘅知識咧有一個理解嘅，因為佢係冇一個所謂嘅 reasoning 嘅邏輯。咁而家嘅語言模型咧，大部分都要輔助一啲其他嘅方式咧，令到佢一定程度上咧可以叫做理解到真實世界嘅知識啦。其實咧佢都唔係真係理解。佢只不過咧係有一個邏輯嘅流程啦，或者邏輯嘅工具咧，去引導佢咧唔好走出呢個框框，或者唔好答一啲錯嘅嘢。咁譬如我哋睇下之前我講佢亂咁答我關於酒青嘅錯誤，其實答咗啲乜嘢咧？嗱，佢就咁樣答我嘅，佢就話酒青嘅意思咧就係喺香港嘅茶餐廳入邊啦。酒青咧就係一個常用嘅術語。通常咧就指啲食物或者飲料入邊咧唔加某種特定嘅配料。具體嚟講咧，酒青咧就係指飲料入邊咧唔加鮮奶或者牛奶。呢個術語咧最常見咧就係點茶嘅時候咧，譬如點一杯鴛鴦咧，如果你話酒青咧就表示咧淨係要茶唔加奶。咁例如鴛鴦酒青就係唔加奶嘅鴛鴦，淨係咖啡同茶嘅混合。奶茶酒青咧就係唔加奶嘅茶，就淨係紅茶。咁呢個術語就反映咗香港茶餐廳文化入邊咧獨特嘅點餐方法，可以俾顧客根據自己嘅喜好咧調整飲品嘅成分。咁睇完之後係咪 O 晒嘴？好似講咗好真嘅嘢咁，但係完全咧裏邊咧，除咗第一句有少少唔啱，有少少啱之外咧，其他全部都係老作嘅。咁大家都知道酒係即係唔要某樣嘢啦，咁酒奶、酒糖、酒甜。就乜都係即係唔要嗰樣嘢，咁佢就喺話唔要某種特定配料嘅呢個基礎上面咧，就老作咗後邊嘅一堆嘢。咁我唔知奶茶酒奶係咩玩法啦。咁總之咧就係老作咯。咁我自己會分析咧，佢點解會咁樣去產生呢個問題咧？第一就係粵語或者廣東話相關嘅資料，其實相對咧。就好似啱啱講嘅第一點，數量同埋質量咧都會低一啲。咁數量少係好正常，因為用粵語去講呢啲內容嘅人本身就已經少啦。咁質量亦都，我唔知佢係咪喺高登上面揾文章嚟睇，所以質量難保證。咁同埋咧，酒青、酒奶呢啲咧，好經常出現喺一齊。咁所以咧，因為語言佢係用一個概率噶嘛，呢啲字經常出現喺一齊咧。佢就會認為佢哋相互之間係有關係，咁所以佢就將酒奶同酒青呢啲咧撈埋咗一齊咧，咁就 mix and match 咧，就變成咗一個似是而非嘅答案。咁就係點解咧？佢連酒青呢樣嘢咧咁簡單 ，Google 一下都有結果嘅嘢咧，就答咗一串完全錯嘅嘢出嚟。嗱，咁似乎咧由呢個大語言模型嘅一個運算嘅本質嚟講咧。呢種幻覺嘅產生咧，似乎都無可避免嘅，因為始終佢都係基於一個概率模型。咁有概率嘅話咧，就一定會產生一啲咧不確定嘅結果啦。但係點樣可以減低呢啲咁樣嘅所謂不確定結果嘅影響咧？咁除咗喺訓練嘅過程中加入一啲人工反饋嘅校正之外咧，咁咧，佢哋都諗到另一個方法咧，就係所謂嘅 RAG。咁既然我哋知道呢個大語言模型會有機會亂噏24啦，有咩方法咧可以改良或者解決呢個問題咧？咁其實除咗我剛剛話我今日會集中講嘅 RAG 之外咧，都有幾個唔同嘅方向嘅。咁第一個亦都係最正路嘅方向，就係既然個語言模型本身有一啲缺陷，咁我哋咪改良佢咯。而家好多語言模型都不停咁出緊新版，咁新一個版本咧，通常都會話比上一個版本咧更加優化。咁除咗優化係回答問題更加準確之外咧，更加少所謂嘅幻覺咧，亦都係其中一個指標啦。咁佢哋會通過好多唔同嘅方式，譬如泵大個參數嘅數量，又或者係增加啲其他輔助嘅算法，都係一種改良嘅方向嘅。
咁第二咧，亦都有一啲做法咧，就係開始引入一啲叫做知識圖譜嘅概念啦。咁知識圖譜就係將一啲 knowledge 啦，或者一啲 fact 咧，用一種結構化嘅方式去設計或者去記錄啦。咁而語言模型就係參考呢啲已經結構化咗嘅knowledge graph 咧，咁就引導自己咧唔好亂咁答一啲咧前後有矛盾嘅答案。咁第三就係我等陣會詳細講嘅 RAG 啦，檢索增強嘅生成啦。咁最後咧就係被高嗰個嘅 Gemini 咧，佢都會係用一個非常大嘅 context windows。所謂嘅 context window 咧，就係你俾嗰個語言模型作為輸入嘅嗰啲參考資料，咁佢係可以做到好大幾百 K 咁大嘅一個context window。即係意思，你可以將成本參考書掉俾佢，然後叫佢咧利用參考書入邊嘅資料咧去回答問題。咁其實就有一啲似 RAG 嘅做法，咁但係就更加暴力一啲。咁剛剛亦都講話 RAG 嘅全稱咧，其實就係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就係檢索增強嘅生成。咁其實佢最核心咧就有一個叫做 retriever， 就係檢索。咁呢個檢索咧就係意思就係揾一啲同你呢個問題相關嘅資料，然後咧就 pass 俾呢個生成器，咁就同個語言模型一齊去生成你想要嘅答案。咁譬如咧其中一種主流嘅 RAG 咧，佢就會用呢個 FAISS 啦。就係呢個 Facebook 嘅 AI 團隊做嘅一個Similarity Search 嘅資料庫。咁其實咧，佢就係將一啲你已經準備好嘅文件資料啦，通常我哋叫 document 啦，其實佢就唔係真係一件文件嘅，可能係一段説話啦，一啲片段嘅資料內容咧，咁就放咗你個 database。咁呢個 database 同我哋一般嘅 database 有少少唔同，佢就係一個向量形式嘅 database。應該咁講，佢係會用向量去做 index。咁呢個向量咧就係同我哋之前講嘅word embedding 就類似啦，就係將嗰個文章或者嗰段片段文字嘅核心內容啦，或者啲關鍵字嘅文字咧，就組成一個詞嘅向量。咁呢個組成咗一個詞向量，然後做埋一個索引之後咧，咁就將我哋嘅輸入嘅問題咧，同呢啲咁樣嘅文檔咧，做一個相似性嘅比較。咁就揾一啲同我哋問題最相關嘅嗰一啲內容咧，就攞出嚟，成為咧我哋合成回應嘅時候嘅參數。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大語言模型回應問題嘅時候咧，就可以利用到一啲你已經準備定嘅一啲，你可以話係預備答案嘅資料啦，即係好似開卷考試咁，你已經有一本書喺度，你只不過係叫嗰個大語言模型咧喺呢本書入邊咧揾翻你相對應覺得適合嘅答案，然後咧利用佢自己嘅一啲智慧咧重新組織啲語言文字啦，同埋針對你問題一個具體嘅要求咧再做一啲輸出。咁其實佢最關鍵嘅作用有兩點啦。第一就係啱啱講到啊，就係保證個回應嘅準確，因為咧你係限制咗佢啦，或者叫做提供咗佢一個你已經預先處理好嘅一個資料庫。咁喺嗰個資料庫裏邊嘅內容咧，都係你期望佢回應嗰時會利用到嘅資料。譬如今日你做呢個大語言模型係一個專門針對法律相關嘅一個 chatbot， 咁你就會將你嗰個地區嘅所有法律嘅文件咧，就放晒落去呢個retriever 可以訪問到嘅嗰個 database 裏邊。咁佢返回應嗰時咧，就一定係要引用到嗰啲相關嘅法律，而唔會去隨便答一個問題。咁佢個準確度咧就會高啲。咁第二個解決嘅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 train 一個model 咧，佢一定有一個 cut off 嘅時間，即係佢啲資料咧會截至到幾時為止。咁無論你係幾新出嘅
version 咧，咁佢總會有一個 cut off point，即係譬如佢六月出嘅模型，可能佢啲數據嘅截止日期咧就係3月或者4月，咁但係你永遠都追唔上，因為你每日都有新嘅資訊噶嘛。咁用 RAG 咧，你就可以將呢啲新嘅資訊咧放入去嗰個索引嗰個 database 嗰度咧，就令到個語言模型咧就識得利用呢啲最新嘅資訊咧去回應你嘅問題。因為大家咧都記得咧，以前剛剛出GPT-3嗰陣時咧，佢就成日話自己個data 咧只係去到2019年，咁所以再新嗰啲資料就答唔到啦。咁最新嘅版本當然會新啲啦，但係你永遠都追唔上，所以就需要呢個 RAG 去補充翻一啲佢缺失嘅資料同埋內容。咁但係 RAG 聽起上嚟又簡單又直接，又好似幾有效。咁係咪個個都用，或者係咪個個情況下都用到呢？咁其實佢都有一啲嘅目前面對問題咧，因為始終呢一個做法咧都係比較新。佢我諗真係投入大規模應用，可能都係近呢幾年嘅事嘅。咁首先第一點咧就係，當你要準備一個咁樣嘅數據庫去儲低晒你所有參考資料嘅話咧，其實你變相就面對翻我哋做data science 或者係做呢個 machine learning 好經常面對嘅一個困難，就係啲資料嘅質量同埋數量嘅問題。因為你諗下，假如你係某間公司，你想佢呢個 AI 去幫你做客服啦，咁你就要將你間公司所有嘅資料都整理成為一啲咁樣，起碼係一啲片段嘅文字啦。如果你係一間咁好有規模嘅公司，可能你有呢啲咁樣嘅條件，但係你亦都唔能夠保證呢啲所有嘅資料嘅準確性啊、質量啊，即係你需要投入好多好多時間咧去執呢啲資料。咁呢個投入咧都唔係咁簡單。而如果你真係有呢個條件去做呢樣嘢咧，可能你請幾個人翻嚟答咧，個成本反而仲低。咁第二點咧就係而家大部分普遍見到嘅 RAG 咧，其實都係一種 frozen RAG， 意思就係話咧，佢同個語言模型係相互獨立嘅，唔會去改變語言模型裏邊嘅已經訓練好嘅權重。咁所以變咗咧，佢同個語言模型其實個配合唔係話好高。個語言模型就係即時睇嗰啲資料，然後用啲資料去組織一個回應。有可能咁樣嘅情況下咧，回答出嚟嗰種風格啊，或者嗰啲對嗰啲語言嘅理解啊，對嗰啲文本資料嘅理解咧，都未必好準確。因為咧，你唔係喺個訓練過程中提供俾佢資料係後加嘅話咧，始終都係有少少差距。咁第三咧就係你需要額外嘅運算資源啦。正常公司就唔會將嗰個大語言模型喺本地運行嘅，除非係一啲非常有規模嘅公司。咁但係呢一個你額外提供俾佢嘅呢個資料庫咧，你就可能需要你一啲無論係雲端啦定係本地啦，需要啲額外嘅資源去擺放啦。咁佢成日要做呢啲咁樣嘅相似性嘅搜尋咧，其實都唔係話簡簡單單，好似我哋平時咧錄入一啲 data 咁方便，因為佢就係一個高維度向量嘅計算啦。咁需要嘅計算資源亦都係唔少嘅。咁所以都係一個考量。咁變相最後咧，能夠用得起 RAG 嘅公司咧，都係一啲大公司。咁其實大公司目前 AI 為佢哋提供嘅價值係咪真係咁大咧？我相信都係一個佢哋需要評估嘅嘢咯。即係你可能為咗慳10個8個嘅叫做客服，而去投入唔知幾多錢喺呢個 LLM RAG 方面咧。到底係咪得不償失咧？我就唔識計啦。咁就真係要投入過嘅公司自己去評估先得。咁但係長遠嚟講，將你公司嘅一啲資訊或者啲資料咧去
整理咧都係有用嘅，因為你除咗喺呢個部分用到，可能其他嘅部分都用到，但係就唔係一個簡單一兩日或者一兩年可以完成得到嘅事咯。咁講咗咁多啦，其實咧LLM 嘅所謂嘅幻覺啦，或者佢回答問題唔準確咧，唔係完全符合你嘅要求咧，暫時嚟講都係無可避免。即係因為現時無論你係幾新嘅模型咧，佢都只可以話係一個試用或者實驗階段嘅產品。咁需要好多嘅 fine tuning 啊，或者好多嘅額外嘅工具咧，去幫助佢先做到你想要個效果。咁嚟緊可能成個業界咧會繼續深入去研究嘅，譬如 LoRA 啦，即係一個 fine tuning 嘅技術啦。咁同埋更加多嘅知識圖譜嘅引入啦，仲有最新嘅有一個 Graph RAG 嘅一個模型啦。咁就係一個你可以話一個進階版嘅 RAG 啦。咁大部分公司而家都有用緊多態訓練，即係除咗用文字，仲用語音啦、用圖片啦，去嘗試令到個模型咧喺多方面去理解一啲內容，就唔至於淨係單一從文字去理解咧。咁就避免一啲基本上嘅錯誤。咁最尾咧，我覺得 AI 喺搜尋方面點樣去用咧，其實都可能係一個發展方向。因為咧好多時我哋問 AI 啲問題咧，其實我哋問 search engine 咧都可能問到答案，只不過 search engine 咧佢可能俾咗好多結果你要自己去叫做判斷啊、分析。咁如果 AI 係將呢兩樣嘢做得好一啲，譬如 Perplexity 都有開始做緊類似嘅嘢啦，或者係 OpenAI 自己都有開始做緊呢方面嘅產品啦。咁如果呢啲產品係最終能夠真係用得到嘅，咁其實都可能係 AI 一種變現或者係一種商業化嘅一個方向啦。嗱，咁聽完我嘅介紹咧，大家都應該大致對所謂嘅 hallucination 幻覺咧有咗個概念，亦都知道咧 RAG 其實用咩方式咧去提升成個大語言模型回答問題嘅準確性。咁但係咧呢個 RAG 咧其實都要投入唔少嘅資源，因為你要準備大量嘅 data。咁而 data 咧唔係間公司都有呢個資源啦，或者時間咧去整理得咁好。咁所以真係要將呢啲大語言模型咧應用喺個實際嘅環境，面對一啲真實嘅問題咧，其實可能都仲係需要一啲時間，同埋需要投入唔少嘅資源。咁到底咧 AI 會唔會對我哋成個工作環境啦，我哋成個職場環境咧產生一啲決定性嘅改變咧，都係仲係值得我哋關注嘅。嗱，如果大家咧對於唔同嘅科技應用咧，對我哋嘅工作環境啦，或者對我哋嘅生活有啲咩影響，呢啲話題感興趣咧，咁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我會咧持續挑選一啲咧，我覺得值得探討嘅話題咧，同大家一齊嚟分享下嘅。咁我係 Richard 啦，今日嘅時間就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